人性法则之男人篇。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关于男人的人性法则，主要内容包括男人在两性关系中的特点，例如关于出轨，男人和女人的态度有什么不同？男人在两性关系中的情感需求和女人有什么不同？男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等有什么独特的特点？法则一：两性关系。两性之间的沟通不仅仅是说话，更重要的是倾听和理解。玛丽莲·芭芭拉。男人希望找一个不图自己钱的女人，但是一旦找到不图自己钱，也不图自己任何东西，并且对自己真心实意好的女人的时候，男人又会往死里作。一、关于出轨。男人能容忍女人精神出轨，但不能容忍肉体出轨。女人则相反，对男人的精神出轨比肉体出轨更加反感。当然，这是相对于肉体和精神的对比，每个人都不喜欢对方出轨。肉体出轨这里不做详细解释。精神出轨指的是什么呢？对于女性精神出轨而言，比如看个韩剧欧巴就哭得稀里哗啦，男性一般不会太理会。严重点则是女性会对自己的老公没有兴趣，懒得沟通交流，做事不上心等。尽管如此，只要女性没有肉体出轨，老公都不会有太大意见。对于男性来说，部分女性会持有他懂得回家就好的态度对待自己老公，认为男性肉体出轨可能是性需求或贪玩的因素。对于男性的精神出轨才是最要命的行为。如果发现自己老公对其他女性有意思，如买包包、甜言蜜语或偷情等行为，花在其他女性身上的时间比自己还多，那就是精神出轨。为什么男性对女性的肉体出轨更不能容忍，而女性则是更反感男人的精神出轨呢？进化心理学家对此的解释是，男女交往、结婚成家的终极目的是繁衍后代。如果女性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那就加大了自己女人繁衍别的男人后代的危险。二、信息的传递。男女之间的沟通，同样一句话传递出来的信息确实是不一样的。男性因为偏理性，说出来的话一般表达的就是字面意思，所以在听女人说话的时候，男性一般都会按照字面意思去解读，而女人她们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情感信息。她们是天生的修辞家，她使用的语言既生动又形象，尤其擅长使用各种夸张、隐喻和归纳来充分抒发心中的所思所感。例如，女人满腹委屈地对男人抱怨道：“我觉得你从来都不听我说话。”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能从字面上解读女人的意思。然而，男人普遍的就会从字面上解读女人的意思，这样就造成了很多的分歧和误会。下面我们看一下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个男女沟通的段子。给我拿2张纸。要2张纸？你有病啊！我让你给我拿2张纸，你就给我拿2张啊？不对吗？你听不懂我说话呀？我听懂了，你让拿2张纸，我给你拿2张纸吗？哪儿没听懂你说话呀？我让你给我拿几张，你就给我拿几张吧。不对吗？我现在跟你过日子这么累呢，上超市也是的。我说你给我拿个袋装菜，你给我拿几个袋？拿1个呀。那够装菜的吗？是不是得给我拿4个袋啊？那你要4个袋，你就说你要4个袋。你刚才说拿1个袋，我就给你拿了1个袋。你说拿2张纸，我给你拿2张纸，我哪块不对了？你根本就不懂我。我咋懂你啊？你话都说不明白。我不想跟你说话了，就给我买水都渴了。这买啥水？这不有水吗？喝的水吧。你给我拿矿泉水干啥呀？你刚才说你要喝水的吗？我说喝水是喝饮料，我啥时候喝过矿泉水啊？你刚才说根本就不懂我。男人习惯性的从字面上去理解女人的抱怨，他觉得女人的抱怨毫无道理，他要跟她一辩究竟。他以为他能把女人刚才的话一字不漏的重复一遍，怎么能说他没在倾听呢？其实，当女人在说你根本没有在听我说话的时候，男人得这样分析她的弦外之音。女人的弦外之音是：你根本不理解我说话的真正含义，也不关心我的感受，你能不能更专注地倾听我想说的话呢？很多男人不知道女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他们自己的方式，因此
男人常常不能客观地对待女人的情感表达，甚至一味地否定或忽视伴侣的感受，这就很容易发生争吵。3. 关于性爱心理，男性更容易将性和爱分开，有时候男性可能在性爱后表现出冷淡，这可能与他们对性和情感的不同处理方式有关。男性可能会在性爱后迅速进入冷却期，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缺乏情感，而可能是他们处理性和情感的方式。这种现象可能部分受到社会文化对男性的性和情感分离的预期影响，即认为男性应该更加强调自主和控制。相反，女性往往将性和爱联系在一起，她们可能在性爱后感受到情感的升温，希望通过与伴侣的亲密交往来加强感情的联系。这种关联可能源于女性在生物学上更加复杂的性器官结构，使得她们更加倾向于通过情感连接来实现性的满足。同时，社会文化也可能强调女性在性行为中扮演更多的情感角色，导致她们在性爱中寻求更多的情感回应。在性爱过程中，男性可能更倾向于先满足对方，然后再享受自己的性愉悦，这可能反映了一种关心他人满足的态度，同时也可能与男性社会角色的预期有关，即男性应该在性方面表现出主动性和责任感。对于女性，高潮可能是性爱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女性可能在性爱中担心自己能否达到高潮，这部分是因为女性的生理结构使得她们在高潮方面的体验更加复杂，也可能需要更多的情感和身体的刺激。社会文化也可能对女性的性方面产生影响，造成了对高潮的期望和焦虑。总体而言，性和爱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这种差异可能部分受到社会学和生物学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个人经历和价值观的影响。4. 心智水平，女人的理性成熟能力在18岁就已经成熟，而男人的道德理性和精神功能在20岁之后才成熟。研究显示，6岁男孩的大脑智商水平相当于4岁女孩的大脑发育水平。然而，这种大脑发育水平的差距通常会在青春期后逐渐赶上，因此，在生活中你会发现，女孩子更容易掌握一些技能，而同龄的男孩子可能会相对落后或者较晚的掌握。在小学阶段，学习表现较好的是女生，而男生则一般会在初中或高中阶段逐渐迎头赶上。在社会的婚姻中，普遍的男人要比女人大几岁。5. 情绪价值，男人更看重的还是女人带来的繁衍价值，女人更看重的是男人带来的情绪价值。由于男人更看重繁衍价值，在结婚以后，看到妻子真实的面貌，看到妻子素颜，看到她随着岁月和光阴生儿育女，逐渐的人老珠黄，不复往日的时光，男人往往就会嫌弃妻子的土里土气，不懂时尚，然后去觊觎外面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所以为什么说无论是20-30岁的男人还是70-80岁的男人，他们审美都是一致的，永远都喜欢10几20岁的年轻漂亮小姑娘。而女人一旦结婚后，她们常常抱怨的话语几乎惊人的一致，都说自己的老公变了，没有以前那么爱自己了，没有以前那么对自己好了，没有以前那样对自己充满爱意了。所以女人往往结婚以后就希望能够改变男人，把男人变成一个对自己很好，对自己很体贴，对自己很关心，经常能够为自己着想的男人。6.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12种基本情感需要，这6种不同的基本情感需求占据了他们的心理首位。当然，每个人无论男女，最终都需要这以上12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的爱。但是我们还必须有这样一个认识，承认女人需要的这6种爱，并不意味着男人就不需要了。男人同样需要关爱、理解、尊重、忠诚、体贴和安全感。我们在这里说的是最需要的爱，意思就是说，男人和女人这6种爱的需要在他们的各自心里占据首要的地位，必须先满足他们，才能去满足其他需要，接受和欣赏其他爱的方式。男人必须首先要得到自己最需要的6种爱，然后才能接受和欣赏女人最需要的关爱、理解、尊重、忠诚、体贴和安全感。女人同样也需要信任、接纳、欣赏、崇拜、认可和鼓励。
但在得到自己最需要的这6种爱之前，他无法真正欣赏和重视这些爱。法则2：男人的思维。男人的思维方式可能更注重逻辑和条理，强调问题的因果关系。查尔斯·达尔文。男性的性格在众多方面呈现出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从思维方式到人际关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的个性通常表现为先热情后冷静，开始时可能充满热情，但之后会趋向冷静和理性。这种态度可能源于男性对情感的内敛，以及对事物更加客观的倾向。他们注重人际关系的最终结果，更关心关系的长远影响，这使得他们更加注重稳定和长期的人际互动。在思考事物时，男性往往倾向于将不同的现象进行区分，然后将它们归类到不同的类别中。他们寻求事物之间的差异，以便在处理事情时能够更有条理地进行。类似于拆解机械，他们喜欢将事物拆分并分析，然后重新组装。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注重事情的进行顺序，喜欢进行有条不紊的思考。他们常常能够抽离情感，从外部的角度去审视问题，这有助于他们做出更客观的决策。男性的思考方式往往在从中求异，他们喜欢深挖现象中的特异性，这种挖掘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乐趣，他们能够从中找到满足感。他们喜欢构建复杂的结构，无论是构思一本书籍还是创办一门生意，都能展现出他们结构性的思维。男性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在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下也有所变化。不同的文化对男性的期望和角色要求可能导致他们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在一些文化中，男性被期望发展出坚强、自信的一面，这可能强化了他们在决策和问题解决中的理性思维。然而，这种性格特点也可能导致男性面临一些挑战，比如过于注重结果和目标，可能使他们忽略了与他人的情感联系，造成人际关系的疏远。同时，过于理性的思维方式可能限制了他们对情感和直觉的体验，使得他们难以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感需要。法则3：男人的行为模式。男人的行为模式可能更倾向于展现力量、竞争和决断。尼尔·阿姆斯特朗。压力处理。男性的习惯是积极进取，掌握局面，然后征服一切。途中要是遇到阻碍，男性会采取硬碰硬的突破，采取攻势并冒险为之，会让男性获得快感。男性的行为模式倾向于保持自身的独立，并为自身保留运筹帷幄的空间。当面临难题和挑战时，男人往往习惯于将问题内化，独自思考解决方法，可能不太愿意表露出内心的纠结与焦虑。被他人信任和依赖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这种信任关系能够加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责任感。男人比女人更容易绝望，恰恰就源于此。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处境改变不了，不管你怎么安慰都没有用，因为他的判断会无比清晰地告诉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关注的重点是解决问题，只有解决问题才能改变处境，继而才能从产生这种情绪的环境中解脱出去。当意识到完全无法解决、彻底无法改变的时候，他就绝望了、崩溃了、放弃了。负面情绪的处理。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守口如瓶，把事情都藏在心里，除非到了必须求助于人的地步，否则他从不麻烦他人，给别人造成负担。他会变得异常安静，钻进他们私密的壳里，苦思冥想，努力寻找对策。壳是每个男人特有的个人空间，是他们最舒适的避难所。在那里，他可以了无牵挂，自由自在地休息和躲避。要是他找到了解决办法，他就会自动从壳里走出来，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法则4：男人的自我批评和学习。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培养批判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约翰·杜威。男性在犯错时，常常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他人或环境，他们的自我认知建立在自身的成功之中。一旦遭遇失败，男性通常不愿意进行自我反思，而这恰恰妨碍了他们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相反，一旦取得了成就，男性可能会过于自信，容易膨胀，
认为所有的功劳完全是由自己取得的，而忽视了运气成分以及周围人的支持。这种心态可能会滋生出自大和骄傲。与此同时，当遭遇挫折时，男人往往希望自己能够独自找到解决方法，因为向他人寻求帮助似乎是承认自己的无能。总体来说，男性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并对自身的能力充满无明确根据的自信。在面对错误时，男性常常试图通过外部因素来解释，以减轻个人责任。这可能部分是因为社会对男性的期望要求他们展现出自信和决断，因此他们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成功则被看作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可能是他们过于自信，而忽视了团队合作和外界环境的影响。这种现象也可以在领导风格中得到体现。男性领导者可能更倾向于在遭受挫折时采取自主解决的方式，而不是请求帮助或者借鉴他人经验。虽然这种独立的态度有时候可以带来成就，但也可能错过团队协作的机会。为了更好的发展，男性需要意识到这种行为模式的局限性，并积极寻求平衡。他们可以尝试更开放地接受反馈建议，学会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也可以更多地欣赏团队的贡献，避免自负或忽视他人的现象。通过培养灵活的心态，男性可以更好地适应不同的情境，取得全面的成功。总之，男性的心态和行为在处理错误和成功时有独特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并非绝对，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而社会对男性的期望也在不断变化。适当的自我反省和适应，有助于男性更好地发展自身潜力，实现持续个人的成长。法则5：男人的人际关系处理模式。男人宁愿领导软弱的人，也不愿意屈服强者；女人宁愿屈服强者，也不愿意领导软弱的人。男性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文化和性别角色的影响，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领导欲，认为团体中必须有一位明确的领袖来引导方向。在男性的社会圈子里，追求权力成为一种主要的动力，他们要么争取成为领袖，要么愿意成为忠实的追随者，以获得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领袖在这样的环境中负责分配任务和指导下属，构建了一种垂直的权力结构，底下的人必须服从上位的指示，否则可能受到惩罚。男性对自身在群体中的地位非常敏感，他们希望在社交和职业圈子中拥有一席之地。参与一个团体时，他们通常会认真思考自己的定位和角色，希望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为团体成功做出贡献。这种意识使得他们努力追求卓越，并在竞争中寻求机会来凸显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在领导风格方面，男性通常强调目标的明确性和结果的实现，他们倾向于设定清晰的目标，并采取果断的行动来实现这些目标。这种追求结果的态度可能致使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不择手段的一面，即便需要采取一些较为激进或果断式的方法，他们会利用各种手段，包括恐吓，来维持团体的凝聚力和秩序。然而，这样的方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沟通和合作的困难，因为过分强调结果可能会忽视过程中人际关系和情感的因素。尽管男性的思维方式在一些方面强调权力、领导和目标实现，但这并不能说明所有男性都会表现如此。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性别角色的定义变得更加灵活，允许个体表现出更多的特点和行为。男性也越来越倾向于在领导中体现合作、情感智力和团队建设的能力。总之，男性的思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追求领导地位、强调结果实现的特点。法则6：男人的寿命。无论你活了多长时间，都应该全心全意地活着，而不是简单的存在。奥普拉·温弗里。2021年3月15日，英国研究团队在加拿大医学杂志 CMA 上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研究。研究人员分析了28个国家，近18万人，结果发现男性的死亡风险比女性高出60%，其中与男性吸烟和心脏病密切相关。有一些普遍的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首先，生物学因素在男女寿命差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女性的生育和照顾后代方面具有更高的生存优势。女性的生理结构和激素水平使得她们更有利于抵御某些疾病和压力。
从而有助于延长寿命。另一方面，男性的生理特点可能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某些疾病的影响，例如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生活方式也是男女寿命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男性更有可能从事一些有风险的行为，如吸烟、酗酒、不健康的饮食和缺乏锻炼。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导致男性更容易患上一些慢性疾病，进而缩短寿命。与此同时，女性在健康维护方面也可能更加注重，更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健康行为，从而延长寿命。其次，雄性激素带来的疾病风险。男性的睾丸素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能使年轻的男性更强壮，但也让男性在老年时期更容易患上心脏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是癌症这样的疾病。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谢谢。